大家好，我是龚明明，又见面了。上一期介绍了航天的一些基本概念，这期开始将会讨论各种航天引擎。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用于离开大气层的一把手——化学火箭。化学火箭引擎分为多种结构，各有各的优缺点，它们背后的原理都离不开燃料和氧化剂的化学反应。前面提到过，需要在外太空工作的火箭不吸气，靠的是自带的燃料和氧化剂作为推进剂来工作。燃料和氧化剂混合燃烧，放出大量热能，膨胀气体，从喷嘴排出，产生推力。至于推力的计算，还是和航空引擎里的公式一样。火箭引擎也属于喷气引擎，仍然可以认为 delta P 等于0，所以就剩下前一项。火箭引擎不吸气，所以 V0 等于0，这样一来，推力公式就可以大大简化。上一期说过 ，VE 等于比冲和标准重力加速度的乘积，所以可以进一步推导。目前的化学火箭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比冲不大，靠的是极大的 m.dot， 使引擎有非常大的推力。又因为火箭的体积和质量有限 ，m.dot 一大，工作时间就短了，因此化学火箭往往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用尽量大的推力对抗地心引力，穿越大气层，进入外层空间。在化学火箭的范畴内，根据推进剂的形态划分，还可以分为固体、液体、混合3种。固体火箭宋朝就有了，窜天猴玩过吧？那就是固体火箭。顾名思义，固体火箭的推进剂是以固体状态存储，引擎本身结构非常简单，没有机械运动部件，基本就是一根管，引导气流流向喷嘴。工作的时候，只需要用一个点火器把推进剂点着就行。而且因为推进剂是固体，存放的年限很长，不怎么需要维护。缺点是比冲较小，一旦点燃就没法切断，也没法动态调整推力。因为这些原因，固体火箭被大量用于中小型火箭、助推器等地方。这几年又开始有一些试图改进固体火箭的研究，但目前要把大的载荷送入轨道，光靠固体火箭有点困难。再来看看更适合做大的液体火箭。液体火箭的推进剂以液体的形式存于火箭的推进剂箱里，工作的时候，推进剂从箱里流出，喷入引擎的燃烧室发生反应，产生的高温气体从喷嘴排放。液体火箭引擎可以通过控制液态推进剂的流量来控制推力大小，也可以停机再启动，比冲也大一些。当然它们的缺点也很明显，各种管道使它们的结构比固体火箭要复杂得多，重量高得多，还需要一个控制系统来做各种反馈操控。更大的一个缺点是，如果用的是低温液态推进剂，那需要在发射前临时灌注，不能长期保存于火箭中，运输和腐蚀都比较麻烦，发射灵活性较差。即便用常温推进剂，往往也只能保存几个月的时间。那么能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呢？混合式火箭因此而生，比如维珍银河太空船系列的引擎。这样的引擎用固态燃料和液态氧化剂，可以像液体火箭一样，通过控制氧化剂流量来控制反应的规模，以控制推力，又能长期保存燃料。它的复杂度和重量介于固体和液体火箭之间，比冲和固态火箭一样较小。在这几种类型里，最复杂、比冲最高的是液体火箭，它还可以根据推进剂元组的数量分为单元、双元、三元，分别表示1种、2种、3种推进剂。其中最常用的是双元液体火箭，2种推进剂分别是燃料和氧化剂。常用的燃料有精炼煤油、液氢、偏二甲肼、联氨以及新溴液态甲烷等。常用的氧化剂有液氧、四氧化二氮等。以后的航天航空联动系列里会有一期来比较这些推进剂的特点。这里单独把主力中的主力双元液体火箭引擎拿出来做个详解。注意，接下去介绍的几种结构将会环环相扣，连续不断。对化学火箭引擎来说，要提高推力，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让推进剂在燃烧室有更剧烈的反应。同时，这会造成燃烧室压力增大，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大压力才能把推进剂挤进燃烧室参与反应，否则会被挡在燃烧室之外，造成停机。因此，液体火箭引擎的重要工作就是对付这个压力差。前面的示意图实际上是没法工作的，因为缺少一个机制，让推进剂持续流入燃烧室。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针筒那样的原理，在推进剂箱末端加一个压力源，把推进剂往燃烧室方向挤。在实际中，这个压力源一般是高压惰性气体。
这样的引擎叫做挤压循环，没有机械运动部件，纯靠气压工作。真空中功率不大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设计，比如登月器的引擎。随着燃烧室压力的增大，挤压能提供的压力不够了怎么办？提到给液体加压，我们从小就见过的一个情况是，高楼层水压过低，打开水龙头没有水出来，这时候可以用一个水泵加压解决。水泵本质上和以前提过的压缩机是一样的，但这里不是压缩气体，而是把液体压力提高。同理，我们需要的是在推进剂管道里加一个泵，把推进剂泵入燃烧室。Rocket Lab 的 Rutherford 引擎用了像抽水机一样的电力驱动泵，这引擎很小，在这么小的功率和体积下，用不了多大的电机和电池。注意，多年前 Rocket Lab 刚搞出来电泵引擎的时候，有的媒体见着风似的雨，报道成了纯电的火箭引擎，不需要化学燃料云云。这是完全无中生有的东西，它只是用电驱动燃料泵，不是取代燃料。但是要把压力进一步提高，电机的功率已经不足以支撑了怎么办？记住，火箭引擎设计有3个重要的思路：就地取材，就地取材，还是就地取材。我们知道液体在气化的时候是可以产生很大的压力，烧开水的时候水蒸气冲壶盖都见过吧？当年瓦特改进蒸汽机也是因为这个。如果把液态推进剂加热气化，用这个力量去驱动涡轮，再由涡轮驱动泵，是不是就可以了呢？看过航天引擎系列的朋友可以回忆一下里面提到的涡轮和压缩机的结构。对，这里也是这样。这个东西称为涡轮泵。那么用什么去加热呢？既然燃烧室会产生大量的热，引擎结构又需要冷却，那么就让推进剂去燃烧室和喷嘴的外壁转一圈，一方面带走热量，另一方面被气化驱动涡轮，一举两得。这个设计叫做膨胀循环。Atlas 5的第2集就用了一台膨胀循环的 RL10A， 但是那些可以用来加热的面积有限，要进一步提高燃烧室的压力，该怎么办呢？再次回到航天引擎系列提到的涡轮引擎，我们可以从燃烧后的排气里回收一部分动能，用来驱动涡轮嘛。当然，对于火箭引擎来说，燃烧室的温度和压力都太高，没法放一个涡轮进去。这里需要从燃烧室接出一根管道，把一点点的排气引出来驱动涡轮。这个设计叫做抽气循环，但它有个很大的问题，涡轮需要耐受高温的排气，寿命有限。NASA 有个 J2S 测试一下就放弃了。最近蓝色起源的 BE3 和 Firefly 的 River 引擎又开始用抽气循环，不是因为他们牛掌握了什么别人不会的独门绝技，而是别人都知道这条路没前途，不去搞。即便这2家的下一代引擎也都不再用抽气循环。换个思路，如果从燃烧室抽取的排气太暴烈，那么能不能加一个较小的燃烧室，拿一点点的燃料和一点点的氧化剂，温和的燃烧，产生没那么高温高压的气体用来驱动涡轮呢？没问题。这个设计叫做燃气发生器循环。那个小的燃烧室叫做预燃室，用来产生热的气体。这时候涡轮需要承受的温度和压力都比用抽气循环的要小多了，也更加耐久。涡轮能提取的能量又远远大于膨胀循环。SpaceX 的梅林引擎也是用的这个结构，能多次复用。目前其他家的引擎也很多用燃气发生器循环，因为技术难度较低，结构不复杂，重量轻。然而这种循环有个缺点，涡轮排气就直接排放掉了，不产生推力。这部分气体如果能进入主燃烧室，加热后一起排出，就不会浪费。那么说能不能直接把涡轮排气管接到燃烧室呢？不行的，因为燃烧室压力更大，这么做会反过来顶涡轮的肺，造成毁坏。这里需要一个压力大于燃烧室的介质才行。什么东西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再次记住，就地取材。既然泵的目的是让推进剂压力大于燃烧室，那么推进剂就有这么大的压力。这个改进就是把一种推进剂完全接入预燃室，叫做全流量；另一种推进剂取一点点送到预燃室，叫做部分流量。两者在预燃室不完全燃烧，产生的气体混合着没反应的推进剂驱动涡轮，再到达燃烧室，和直接到达燃烧室的另一种推进剂反应。可以看出，所有的气体都没有浪费，都经过燃烧室用于产生推力。这样的设计称为分级燃烧循环，比冲更高，但是结构复杂了，管道更多，技术难度也大。分级燃烧循环是一个非对称的结构，只有一种推进剂全流量通过涡轮。
如果燃料采用全流量，就称为富燃型；如果氧化剂采用全流量，就称为富氧型。虽然40年代末就有人想到了分级燃烧循环，但当时燃料主要是煤油，煤油是常温的，经过气化后温度进一步提高，燃烧后温度就更高了，但又不能热到融化涡轮。对，航空引擎系列第3期说的涡轮前温度的限制，在这里也适用。结果就是涡轮能提取到的能量较少。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煤油温度一高就容易结焦，产生黏糊糊的东西附在涡轮和管壁上，影响可靠性。所以煤油不能作为全流量，应该选择氧气。更大的问题就来了，氧气的主技能就是氧化，高温高压的纯氧能瞬间把涡轮和预燃式的金属氧化到点燃。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解决方法是发展液氢燃料技术。70年代末，通过实用化的液氢燃料解决问题。全流量的氢气不会氧化部件，温度很低，燃烧产物只有水。航天飞机主引擎就是这样的富燃设计。苏联则硬是研究出了更耐氧化的合金来做引擎，以至于可以更早的在使用煤油的时候就采用富氧分级燃烧循环。苏联60年代末的 NK33 就是用这样的富氧设计。不管是哪种分级燃烧循环，涡轮的工作环境都很苛刻。如果把耐氧化的合金和液态气体燃料都用上会怎么样呢？分级燃烧循环的进一步发展叫做全流量分级燃烧循环。SpaceX 现在的猛禽引擎就是这个结构。它有2组预燃式和涡轮，一个富燃预燃式驱动燃料涡轮泵，一个富氧预燃式驱动氧化剂涡轮泵。这样一个涡轮的工作分散到2个，而且都有全流量气体的冷却，温度和压力都降低了，有利于复用，但因此结构更复杂更重。以上就是几种双元液态引擎的典型构造。注意，现实中的液态火箭引擎不一定拘泥于其中的一种，而是可以以一种结构为根基，结合另一种结构的部分优点来使用，取长补短。比如土星5号的 F1 引擎是燃气发生器循环的，但进入预燃式的燃料偏多，以冷却和润滑涡轮，结果涡轮排气仍是富燃的，可以接入压力较低的喷嘴中段继续燃烧，减少推力浪费，并一定程度上冷却喷嘴。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浏览了一遍各种类型的火箭引擎。对于冲出大气层这个场合，化学火箭目前来说不可缺少，但对于只要在外层空间做推进的需求，会有什么更适合的设计呢？下期将介绍几种比化学火箭高效得多的电推进系统。欢迎继续收看，再见。